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1月16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周四、周五市场如期调整，本周节奏阿哲算是基本把握。周一盘前就提醒了，后半周要特别小心反弹后的回落风险，而周四视频也再次提醒这一点。这次你及时减仓了没有？英伟达虽然下跌，但趋势不变，依旧看涨。特斯拉股价大跌，而调整目前结束了吗？美股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是趋势回调还是反转？你一定要知道的判断方法。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54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依旧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行情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有关于指数目前的一个环境如何。通过下影线和趋势的砸盘判定，我们可以对目前市场会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市场最近出现了一个很明确的下跌，跟之前的调整都不一样，级别会更大。而就是这种下跌，让大家的一个交易多头方面获利非常困难，所以市场的一个环境变化一定要去明辨。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你操作股票会感觉赚钱很轻松，而有时候会感觉很困难，跟指数有绝大部分的关系。所以看懂指数方向，而后再做个股操作，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逻辑。那么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会讲一下有关个股的操作。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而后是 Meta、英伟达、博通、AMD、HOD、HMS、APP、Circle、PLTR、Coin、CoreWeave、FIG、阿斯麦、MSTR、谷歌、亚马逊以及 SMCI 等以上个股标的，阿哲都会进行一个详细讲解。那么希望以上的个股标的讲解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那么阿哲呢需要做一个温馨提醒，你会看到我们视频当中所涉及到的标的会偏多，所以视频时长阿哲一般会偏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所以阿哲也把每一只标的所对应的时间轴给列出来了。您对应不同的段落去选择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即可。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的第一点，我们通过下影线来看待目前的市场。对于下影线的使用方式，其实我们早在之前就讲过很多次了，所以这里呢，我们做一个知识点的一个复习。那么下影线有什么要关注的？这种长长的下影线怎么去定义？好，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定义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做长下影线啊？不是说它有下影线就要长下影线。首先，它得要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上影线比实体部分要短。而实体部分比下影线要短，同时下影线是实体的2倍或2倍以上，这叫做一个长下影线的基本特征。所以不是每一根带下影线的 K 线都可以叫做长下影 K 线。而这种下影线的形成，它的原理就是在股票市场的一个日内运行当中，有一段时间出现了比较明确的下跌，所以长下影线在此前它其实是一根实体的阴线。而后在某一个节点突然有神秘资金抄底买进，那么市场出现 V 型反转，所以在最后收盘出现一根长长的下影线，它表示呢有资金在大幅流出，以及有资金在盘中大幅流进。所以关于长下影线，你要关注2点，就你不能说有影线出现一定就能够看涨，你会发现有些长下影线产生之后市场就是下跌的。比如说近期所看到的这根高位的长下影线，后续市场呢是不是下跌的？那么下影线有资金买进就一定会上涨吗？是不是不一定它也有可能是一个高点。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资金的流出和流进，它有时候你要去明辨它究竟是哪方的力量。我们简单把市场分为2方势力，一方呢叫做聪明钱，那么另一方呢叫做散户资金，或者说叫公众资金、大众资金。大众呢容易随大流，而大众呢容易追涨杀跌。所以大众资金往往是市场当中的散户资金，而这类资金对于行情的研判很多时候它是不正确的，或者说偏感性化的。而聪明钱反过来，他们很多时候会进行比较不错的点位选择，经常会买在低点，卖在高点。所以聪明钱是市场当中的一些机构资金或做市商的资金。而如果资金的流出方主要是散户为主，而抄底方如果是做市商或者说聪明钱为主，那么这一个长下影线大概率预示它可能是个低点，而后续上涨的概率比较大。反过来，如果流出资金是做市商为主，而流进资金呢是散户为主，那么这根下影线有可能是高位出货的下影线。所以你要分清楚了，有些时候下影线产生可能是出货行为，而有一些可能它就是一个抄底买进行为。那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一点？那简单说一个技巧，就是你要关注一下
这根下影线后啊，它这个低点究竟产没产生？我们说低点产生之后，这里可能更大概率是聪明钱买进，因为你不可能当天一有下影线你就说这是聪明钱，很难的啊，不太容易去判断。所以对于散户来讲，没必要那么提前，我们就延后一点啊。这一个长下影线产生之后，只要后续有明确的阳线上涨，短期内出现有明确阳线上涨，它的低点又不跌破的情况下，很大概率它当天这一个低点的下影线就是聪明钱抄底。而一旦产生这种现象，我们就知道后续看涨的概率比较大，这个低点不容易跌破，并且往往这个影线区间会产生强支撑性，那么价格走势再回到这个地方有任何止跌现象都作为买点。所以阿哲在图中呢标记了3个比较标准性的近期行情的长下影线。那么看第2次出现的长下影线，是不是也是很标准？上影线基本没有，实体呢有，但是没有下影线长，而下影线是实体2倍或2倍以上。出现之后，第2天是跳空上涨，而后续3天连续上涨，低点成立，而后它再次回到这个下影线区间呢，就会产生支撑，在这里去找买点，那么后续容易再次买到低点。而现在这一次也是一样的，出现一根长下影线之后，市场第2天立马出现大幅高开、大幅上涨，虽然出现了回落，但是已经确定了这个低点它是一个有效的低点。好，那么价格走势它的影线区间就是一个强支撑区，股价再次回到这里有止跌现象，你应该提前干嘛？做抄底行为，做买入动作，而是否对还是错，我们交由市场去研判。在这里买进的一个行为，用前方影线低点作为防守，所以股价回到区间之内，你就要在盘中特别注意了，应该找买入机会，而后把你的止损位放在前方下影线低点附近，那么这就是一个抄底买进的策略。那有新同学可能会说，阿哲目前行情走过了一根低开高走 K 线，你还跟我说这里要抄底？其实这一个技巧呢，是在我们很多时候都讲过的，包括直播呀，包括之前我们近期的行情视频，其实都讲过这个下影线它的支撑和它的一个确定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以前讲过的技术分析的一个知识点。那么之前可以用，现在阿哲觉得它应该也能够用，效果也不会差，所以守住这个止损，我们去期盼它再次出现前期这种长下影线之后回踩，再次启动的一个行情。那么通过下影线第一部分的判断，我们就知道目前短线看涨，关键防守在下影线低点处，低点不破这里就容易是回调启动点。好，那么第2点，我们再看一下市场目前大幅下跌，它如果是上升趋势当中，这个下跌的力度和时间是有点不一样的。前期下跌很多时候是1周之内完成，甚至呢2-3天就完成了，下跌幅度呢也没有这么深。那么这一次产生的这种下跌，它的级别是不一样的，它已经构成了可能是砸盘的判定，甚至呢会有趋势的反转判定。所以除了通过影线来判断之外，我们也要看一下趋势，它何时会产生超过砸盘的判定。那么阿哲呢给大家讲一下阿哲平时关注的方案，以及呢后续个股其实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判定。当前我们所看到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呢，你会看到一个指标，是阿哲呢经常会去用到的一个交易系统当中判断趋势的指标，叫做彩虹带。这个指标呢，它的紫色带说明目前中期它是处于上升趋势，如果市场处于黄色带，就说明它处于中期的下跌趋势。那么上升趋势的特点在于它的紫色带会产生支撑，股价如果是洗盘，它正常不会跌破这个紫色带。所以股价之前呢，每次短期的下跌在紫色带附近止跌的，没有破紫色带的基本上这些都只是一个回调，不影响趋势，包括这些点都是如此的。而反之，如果是黄色带呢，正常价格的下跌趋势当中出现了一个上涨，我们以反弹看待，它只要不突破黄色带，那只要股价下跌上涨到黄色带附近，它就是属于一个反弹。所以这是一个价格正常的一个趋势运动，就是下跌时低点容易创新低反弹或者说上涨基本为反弹。上升趋势呢，价格它不会去破前低，容易新高，而下跌大多都是一个回调。趋势在未发生明确改变之前，我们以它趋势会延续为一个主要判定，一直往趋势方向去运行去看待。所以每次下跌我们近期都说它容易再新高，每次下跌都以回调去看待。好，那么当下的价格走势，它是否超过了回调的范围？肯定超过了，因为价格走势它已经跌破飘带了。所以像前期这里跌破飘带的，包括最近这种跌破飘带的，它都已经是超过了回调的区间，不属于回调。那不属于回调呢，它有2种情况，它要么就是回调之上的那种调整幅度叫砸盘，还有呢可能就是趋势的一个反转。所以我们要去分清楚这2种。那么阿哲一般会这么去看，
就它跌破飘带就是超过了回调，那么有可能是砸盘。那怎么去判断它是砸盘？如果连砸盘的区间都无法去进行止跌和启动，那么它可能就要大概率转为反转了。我们先看一下砸盘的一个判定，砸盘就是它跌破飘带。好，跌破飘带的时候，如果它第二天就站回去了，就说明它是一个砸盘。如果跌破飘带之后，它第二天还在飘带之外，我们就要去数一下时间，我们只允许它往下跌破飘带2根 K 线，而后必须发生止跌行为，否则就超过了砸盘的正常区间。我们看一下前期这种下跌啊，跌破飘带第一天、第二天直接回归，说明它超过回调的幅度，但是它依旧是砸盘，依旧是趋势上行啊，只是一个砸盘而已。包括这一天是吧，跌破一根，第二天站回，跌破一根，第二天站回，所以他们都超过了回调，但是没有脱离砸盘。那包括这一天是吧，跌破了好回来，跌破了又回来，所以他们超过回调，但没超过砸盘的区间，所以正常来说，股价依旧是容易出现回调低点，而市场还会出现上涨。当然这些呢都只是跌破一天，那么我们去找一下啊，有一些可能跌破2天的，好，这之前的这波行情。像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跌破了一天？这种没有跌破的基本上都属于回调。好，跌破一天，价格数时间，跌破第一天，跌破第二天。好，这2天的低点，最低的点啊，它不能再被收盘跌破了，再被跌破，趋势可能就会发生明确转向，就是它的一个砸盘就有可能脱离这个幅度，然后转为反转的概率大大增加。而只要不跌破，那价格止跌重新回归，我们说它就还是个砸盘，后续这些都只是回调。而股价如果开始跌破了1天2天是吧，有止跌行为没有再跌破，那么它就容易是低点。但是如果走上来发现股价的飘带由紫色变黄色，那么就说明至少会走为震荡或者说下跌波段。而当市场它不是处于上涨强势波段的时候，一般下跌破位2根 K 线它是无法去止住的，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它是不能去止跌的。而价格走势如果它敢反弹到飘带附近，那么就说明这是什么动作？这是一个反弹，这是一个风险点，就是我们的观察方向就要改变。那直到什么？直到有那么一次的反弹，它超过了飘带，并且它可能超过2根，是吧？第一根、第二根，好，它这个高点还能突破，就说明它超过了反弹。那超过反弹，股价又转为紫色带回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趋势的转向？所以这是一个趋势简单的一个运行。那目前我们看一下，飘带有变颜色吗？还没变。股价跌破了2根了吗？好，这里是第一根，这里是第二根，这是本次上升波段以来首次跌破2根在飘带之下，所以2根里面的低点应该是支撑，这里应该止跌。如果下周一又收阴线跌破，你要知道有问题了，后续只要上涨都为反弹，因为它超过了砸盘的一个幅度，那么反转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所以这里呢，我们需要有止跌，那么这根 K 线将是关键的低点支撑。所以股价呢，在这里我们如果以趋势交易来讲，这个低点我们是可以去博弈它是一个低点的，股价还会上涨，还会新高。以上升趋势来看，因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来去明确表示目前趋势反转。那除非这一波上涨后飘带转为黄色，股价上来上不去，有压力，那么往下走，是吧？这就是一个趋势，慢慢从回调到砸盘到一个趋势反转的一个过程。而目前是还没有出现反转，那就以回调来看。市场在这里止跌会新高，是我们目前大概率去认为的一个事件。很多时候个股也可以这么去看，包括近期呢跌势很强烈的 MSTR 是不是也是如此的？一直是一个黄色飘带，价格走势黄色飘带之内，那它只要是上涨，它出现了第一根突破，第二根突破，好，那么价格后续不能破了，它就是个反弹啊，只要它还在飘在这里，它就是一个反弹。那么价格走势啊，正常如果只是跌破一根站回来，它就是一个砸盘。好，价格走势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不能突破，反而跌破啊，这里还有压力，那是不是趋势反转？好，价格走势像这里是不是又上行了啊？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正常如果是反弹，它就不应该有效再突破了，所以这里没有去有效突破。那么以上就是关于下影线和趋势砸盘的判定，我们目前对于指数环境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那么希望听到这里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那么不要忘记照常为阿哲视频点上您的小红心，支持阿哲视频创作。如果您的时间相对比较宽裕，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感谢您的照常支持。当然，如果您是位新同学，第一次观看阿哲视频，那如果在听完视频之后对您也同样有所帮助，能够学到一些技术分析的知识点，
那阿哲也希望您可以动动小手指，点一下我们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那么成为阿哲讲机会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只要显示已订阅，那么您就是订阅粉丝了。顺手点开全部铃铛，未来每期视频阿哲的观点、阿哲的知识点，您都可以及时的第一时间收到系统通知，不会错过每一期视频。同时，您只要是新订阅同学，首次订阅阿哲，那么阿哲呢也准备了双重的礼物。那么这双重福利呢，就是您订阅频道之后能够首先获得的一些阿哲的一些礼物。第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盘前解析和广播1个月的使用权限，在点击订阅之后，未来1个月时间内，您都可以跟朱老师去领取阿哲每天盘前所去编写的一些盘前的短线。像我们本周就有在市场下跌之前提醒到反弹的高点它的成立，以及我们要如何去进行交易。在个股上也经常呢会做一些跟踪和关键点位的一些书写，所以这第一个福利就是阿哲在每天盘前所给到的一些文字性的提醒。那么像第3重福利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彩虹带，您只要是订阅阿哲，都会有1周的体验权限。您只要在右上角点击我们的卡片，找到朱老师，亦或者在评论区，您在置顶评论去点击链接找到助教，在告知朱老师您是订阅粉丝同学之后您都可以去领取一下这个彩虹带的1周体验权。不管是个股不管是指数您都可以这么去分析。那么这个指标就是纯粹看趋势的。您如果是喜欢做趋势交易，喜欢做中短线交易，那么这个指标对您来讲应该会有很大帮助。不过这一个福利呢有一些不同，就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会有1周的使用权限，而如果您是我们的会员，就是您不只订阅频道，还订阅了会员，特别是以前就订阅过会员的，您只要是会员同学，那么您可以找到朱老师去开通1个月的使用权限。那么这是对于您一直支持阿哲讲机会频道的同学，我们去进行一个特殊开放的。而后续你只要保持会员身份，那么每1个月都能够去找朱老师多开通1周新的体验权限。也就是说，第一次呢你可以开通1个月，后续每个月您都可以开通1周。那么具体您可以跟朱老师去了解。那我们的福利2就是一些知识课程。像我们在下周会在内部课程中不公开的去分享，专门针对订阅粉丝同学去分享有关4种抄底模型。在目前如果趋势上涨时，我们如何去买到回调低点？在个股和指数的这种研判之下，有4种模型可以帮助大家去完成这一点。所以这4种模型呢，是我们下周课程的一个主题。如果您已经订阅阿哲，也可以找到朱老师去报名参与这4节课程。希望这3重福利能够对于您订阅阿哲之后产生一些帮助。阿哲相信您只要是订阅阿哲，那肯定对技术分析是感兴趣的，而阿哲也很希望您在订阅之后就能够立马对技术分析有一个快速的学习和收获。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部分，在第2部分我们会讲到个股解析了。那么第1部分呢是关于指数的一个研判，而后我们知道目前的市场有低点，有砸盘低点的可能，那么我就要去对个股有一些看法。个股呢有没有一些股票比目前的市场强，并且它也可能是回调低点？如果有，我要特别关注这种股票在下次的反弹当中是否也要去参与一些呢？好，第1只个股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走势目前是一个强势的一个下跌，这种下跌呢终于有那么一点点4浪调整的感觉了。之前我们说过前面这里呢是2浪调整，它走的是时间，以宽幅的收敛的震荡为主。那么这个时候它的4浪调整大概率应该走的是单边。那之前一直在这里震荡我们感觉呢这个不太像是4浪调整。好，最近呢终于有了一波单边的一个下跌，它的空间也到达了我们之前所讲过这个缺口对称性导型缺口的一个区间内，它把这个缺口给回补掉了。我们说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如果被回补，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有多方的力量应该出现。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是不是也提醒到这一点？就如果特斯拉这里如果是一个回调的目标关键位置的话，它在回补缺口之后，它应该要有的动作是什么？就是多头力量开始要出现。所以你会发现在回补之后，周五出现了低开高走明确的止跌 K 线，这是一个止跌 K 线信号。那么我们也一样搭配目前的指数环境，你也可以认为特斯拉有买入低点启动的可能性。那这里究竟会不会是一个调整低点？我们在买入之后去跟踪。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短线和波段上的一些变化。而现在从空间上来讲是到达了一个关键支撑，这个支撑位呢是没有被跌破的，因为它在补了之后
虽然盘中有大幅低开，但最后收盘还是收在了缺口上沿之上啊，所以这个地方的缺口力量还可以，多头还是有力气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当前特斯拉的这一波调整，它的级别肯定是不小的，至少它不会是这种调整。像这种调整呢，它属于一个强势波段当中啊，这种小级别的回调，所以它基本上不破飘带，或者说一破飘带就止跌，这是不是属于一个强势的波段上涨当中一些相对细微的一些调整动作，是吧？偶尔是砸盘，大部分是一个回调。好，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它是一个强波段。那强波段运行后，它如果出现了跌破，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个砸盘的可能性，是吧？第二天站回来，它就砸盘，跌破还能站回来，跌破站回来，这些都是砸盘。好，但是如果它只是砸盘一次啊，它应该去新高，而且这个新高呢，是不是还突破失败了啊？冲高回落，所以这个动作就形成了一种2B 法则现象，就是假突破行为。所以股价后续再次跌破第一根，第二次站回去，第三次就跌破了啊，这里跌破2根就守不住了。所以当前的特斯拉，它已经脱离了短线砸盘的区间，它进入到了一个相对中线的调整。所以这一波调整，它针对的就不是之前的短线上涨，而是前期这一个低点后上行的一波调整。所以这一个调整的级别呢，和这一波调整级别是类似的。所以我们说，有可能这里是1浪上涨啊，2浪的回调啊，3浪启动，然后4浪的休整。那么后续呢，我们认为还是有5浪的上行。而5浪上行过程当中，它的目标应该也是新高附近，就哪怕再弱，它也应该反弹到前面的这个区间附近，是吧？而且确认5浪是弱势、是强势、是正常运行，还是一个双顶结构。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认为下跌、反弹、下跌，它容易再次往上走，去确认它的压力位。如果往上走，它的飘带转黄色是滞涨的，那这里要小心了。这里它的5浪可能就是很弱的，那价格后续就有可能再去延续波段的下跌。所以这一波上行时关注反弹力度，而我们的压力位是这黄色带，黄色带的下沿是多少呢？目前可以看到是438.25，那么这一个地方就是反弹的第一个小心的地方，就黄色带。那如果它能够向上破黄色带啊，那么我们就继续看涨，看2根 K 线，2根如果还能破，继续看趋势的延续。5浪呢，可能还会很强势，因为股价的运行当中，理论上来讲3浪是最强，但是并不完全，就有时候5浪可能还会更强，所以我们需要去跟踪。如果5浪是弱的话，它过不了黄色带；如果能过黄色带，跟踪2根 K 线，2根 K 线能够过，跟踪新高，新高之后继续跟踪。所以趋势呢，它不是直接从这个低点我看到会未来能够涨多少，而是从这个低点我慢慢跟踪出来，短线看涨，波段看涨，而后中长线看涨。所以当前我们跟踪一个短线的反弹，反弹看力度，力度强加仓，而后看波段。所以目前是短线反弹看涨，仓位呢先不用上太多。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红绿灯，从红绿灯的角度来看，目前依旧保持红灯啊，所以它还没有绿灯。如果短线要再加仓，其实我们就看一下周一有没有绿灯，周一有绿灯收阳线，那其实我们再加一笔短线反弹的多单啊是 OK 的。我们来看一下周一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就是下周一的关键日内压力位，低点支撑和压力 393.565 是下周一关注的一个日内的一个支撑位，高点的压力是 422.975。那如果下周一呢收盘能够突破 422.975， 说明这个止跌反弹力度 OK 啊。如果收阳线是绿灯，就可以多加一笔仓位啊，放量更加，因为这是一根 IRK 线。我们今天呢就先不讲这个知识点啊，未来有机会我们再去复习。那以上是对于特斯拉的一个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Meta 的一个运行，我们在上期视频刚刚讲到，它会不会是一个大底？好，那目前呢是慢慢的则是逐渐的去确定啊，它越来越有可能是大跌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在下跌，在调整过程当中，它是有点扛跌的迹象出现了，它的下跌力度不是很强了，甚至连左边低点都没有去有效跌破了，是吧？所以目前的一个走势开始往大体方向去运行，它在一个明确的放量之后，股价大幅缩量，目前是一个惯性下跌，惯性下跌消化恐慌抛售筹码，这种情况就等待这种惯性下跌明确止跌 K 线产生。前期这里是不是也跌破了170？跌破170，在底下会不会挖出一个黄金坑？我们要关注170的整体运行，当前是走平，但是还没有往下运行。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认为它会有一个惯性下跌之后止跌反弹对170的一个判定。如果判定有效是压力，那么这里就小心它的趋势大级别反向。而反之，这个地方如果像前期这样子啊，170呢能够被突破，再次站上，那这个地方就是黄金坑。所以我们有2个
关键的位置要去判定。所以第一个就是这里它要有止跌行为，止跌行为确定了，目前是一个大幅放量下跌之后恐慌性抛售暂时衰竭的地方，那它会有一个反弹。反弹针对170去看能否反弹突破170，如果能突破170，那么涨上去我们能够认为这里是个黄金坑，然后波段看涨。而现在这里是看超跌反弹，反弹的空间是170。好，所以先等待明确的 K 线。那什么叫做明确止跌 K 线呢？我们看到短线的一些指标方面，目前所看到的图表阿哲呢是打开了一个超跌的一个指标，叫白色 K 线。那白色 K 线和蓝色 K 线其实都是短线超跌那么白色 K 线一旦产生时，就属于波段相对大级别砸盘过程当中它出现的这种超跌的这种反应。超跌产生时，白色 K 线我们需要它消失，而后能够仿包白色 K 线，那么作为一个止跌买点。像前期哪里出现白色 K 线呢？像这个地方也出现过，是吧？当时170跌破的位置，我们把170呢调出来之前170跌破，在这里挖了一个黄金坑，它就是一个170下出现了白 K， 而后突破170的白 K， 并且后续在这个区间内呢回踩一次没有跌破而后走出了一个趋势的上行，再去突破飘带，再从中短期转为一个飘带，是吧？回踩不破，出现洗盘，然后再次上升波段。好，目前就是一个下跌波段，因为它的一个空方带是不是出现的是黄色带？黄色带出现之后呢，高位出现了个黄 K 叫超买，而后出现再次的下跌，这个飘带呢没有出现支撑效果。好，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是一个空方趋势，高点在降低，低点在降低。好，这种连续性的商推之下，这里会不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反弹？一波比前面的反弹更强的反弹，是吧？就是我们目前要去追随的，用短线超跌反弹买进的一个观点。而要出现之前，要有明确止跌。好，那明确止跌就是出现阳线仿包白 K 而后我们去看反弹。反弹的目标先是170和黄带区间。黄带的下沿当下是646.622，而后这个170呢是677.584，所以你有2个目标位。如果一旦反包，是不是可以去开始初步的短线超跌反弹看涨？而后只有站上飘带之上，是吧？脱离了这种超跌反弹的区间，我们再去做回踩，然后看波动上涨。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一个黄金坑的概率会慢慢的去大概率增加，而趋势交易呢，就是慢慢的从左侧到右侧，从小仓位到波段加仓，是吧？不断的滚动仓位，然后我们去做好这一个第一位可能的黄金坑行情。那么当下我们就看一下白 K 是周五那一根 K 线，它的高点就是613.68，所以下周一关注是否有仿包阳以及白 K 消失，作为第一次的买点判定。如果没有，就继续等待。我们看一下下周会不会算是短线强势呢？要看一下周一的预测低点值，低点支撑593.09，如果跌破这个值就说明目前还是一个空方比较强势的，就不要随便抄底高点的压力是611.57我们要的是过这个数值出现反包阳那么就说明多方强势依旧能够看一个超跌反弹，至少会有一个不错的反弹出现。好，所以这是一个 Meta 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个股票是英伟达。英伟达的行情，那么阿哲目前依旧认为是波段上行。那波段上涨之下，它当前就是突破了一个左高而后回踩的过程，是吧？左高突破，那么回踩，那么这个阴影区间就是我们前期的一个平台区间，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平台。好，突破回踩有长下影线，长下影线第二天是大幅高开高走。是吧？做了一个诱多现象，诱多之后再回撤。我们说这个回撤干嘛？这个地方是聪明钱有可能再买进的地方。好，出现大幅的低开高走，是一个刺透 K 线。而我们知道纳斯达克指数它的低点是被破了的，而我们的英伟达没破，所以趋势上行又比指数强，而且它这个刺透 K 线是止跌行情。所以目前的英伟达还是那句话，在这个区间之内找买点。好，买点看完看波段上涨，因为它是一个创新高行情，那么回踩我们认为它还是创新高，而后关注一下这个新高的时候，左边反弹高点的压力，而后缺口的压力，以及呢前方低点的防守，这个地方的买点是建立于这个影线是聪明钱买进的一个行为。所以如果这个地方被跌破，那说明了聪明钱要么是离场了，要么是止损了。我们也正常做止损做离场的选择，而不出现这种情况。向上看，一个是反弹高点压力，一个是缺口压力。正常如果是趋势上行，那么这个地方应该很容易去突破它们，而不会受阻。所以一步一步跟踪它的短线看多，而后去干嘛？看波段上涨。目前这个区间内呢是一个波段建仓区。我们再看到英伟达的一个行情走势，
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行情，那么英伟达行情它依旧处于一个紫色飘带，紫飘带说明多方是趋势看涨行情。那趋势看涨，下跌干嘛？就是回调。那如果下跌的时候它都没跌破飘带，这种叫做回调。好，如果跌破飘带，这种叫砸盘。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第二根，这两根呢都是阴线啊，是吧？都跌破了，跌破的第二根低点做止跌，回抽止跌，而后再出现绿灯仿包，是吧？重新站上飘带，是吧？出现了这一次的拉升行情，所以这是一个回调当中的一个买点。好，目前又回来了，跌破飘带立马止跌，所以这是个砸盘。好，目前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跌破第二根止跌，所以当前还是有多方的。这个低点你也可以以此作为防守，而后从这个低点我们往上看，它就是一个砸盘低点。至于它是不是，我们等待后续行情来确认。我们只知道这里大概率是，因为趋势如果是一个紫色带，它就是个上升趋势，那么我们就以上升趋势来看，除非有明确的反转行为，比如说股价这一波上涨，飘带呢站不上去，它呢受阻有压力，而后把这个区间给跌破，那么它后续再出现上涨，就可以以反弹来看待。而当下呢还没到那一步，所以它的趋势就依旧还是什么看涨的。所以这个逻辑很简单，就趋势没有明确发生改变之前，我们就看趋势上涨，飘带为紫色作为趋势看涨的第一个判定，也是最直接判定。大家在跟朱老师激活了这个权限之后啊，订阅同学你是1周时间，那么如果是会员同学，你有1个月时间，你又看一下你手中个股究竟是一个紫色带还是一个黄色带。如果是黄色带，正常来讲就不是以做多为主啊，而是偏空为主。那么股价上涨就以反弹为主。如果是紫色带，股价下跌呢，就不要随便做空，而是以下跌回调买入为主，是吧？我们以此做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好，现在呢它是一个绿灯，我们知道指数没绿灯，特斯拉也没绿灯啊 ，Meta 也没绿灯，那么英伟达有绿灯，并且没新低，并且是紫色带，所以它呢是目前在纳斯达克指数里面算是比较强势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里再做一次看涨行为。那么之前在这里买入的，这里其实也是个买点，是吧？都是低位的建仓区域。好，我们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185.375，高点压力是195.805。好，那么目前从技术分析来就是这么去看。那么阿哲呢也是比较明确跟他去讲这种技术分析的观点。而在本周呢会有一个影响事件，就是它的一个财报发布，是吧？这是对于短线，对于它的一个趋势会有一个改变的。到时候你要去好好的去看，在那个节点前后，你就要注意了。技术分析目前看涨，而后再结合到时候财报的一个发布，看一下会不会因为财报而改变价格图表，是吧？它是有可能会发生改变，但至少目前财报发布之前，阿哲认为趋势波段目前就看涨，而且表现多头强势。以上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3只标的：特斯拉、Meta 和英伟达。阿哲对技术面上的一个看法。而后我们进入到第3部分。第3部分呢可能会讲的比较快一些，简洁一些，但是阿哲还是会把基本的趋势层面去讲清楚。第1只标的是博通。当前我们所看的是博通的日线图。博通呢它依旧是紫色带为主，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它在最近的下跌当中它出现了黄色带。那么目前的市场，你知道指数是紫色带，也就是指数呢趋势整体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如果个股出现了黄色带，那么就要小心了，那它可能就弱于指数。而当前是刚转黄色带，刚转红色带呢需要一次反弹确认啊，所以当前它是空方趋势下的一次有可能的反弹。那这一波反弹，它如果在这里受阻，那就危险了，这有可能要走出高点降低、低点降低，但是当下还没出现，还没发生，所以我们依旧认为它是一个砸盘的区间之内。因为这里跌破第1次是吧，立马反弹，而这里呢是跌破第1天、跌破第2天。正常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多次的去佐证，因为我们说的跌破2根 K 线，它最好是顺势跌破2根，而后去判定那一个低点是作为砸盘低点。如果它是跌破反弹，再2根跌破，而且这个低点还没有它之前的低，是吧？前面这根是长下影线，这个时候你要去相对的判定一下，前面这里2根 K 线跌破之后，正常来应该止跌，但它又跌破了。好，又跌破之后，前面又一个支撑，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以这个区间之内的低点来去看待。好，这个低点目前作为一个砸盘低点的判定，如果收盘价跌破，好，这个地方就危险了，后续的趋势上涨大概率为反弹，而目前没有跌破之前，还是以下跌砸盘为主，目前的上涨还是以回调低点来看待，除非这里出现明确的压力，而后转为下破，那么就走为下跌趋势。而当前还是一个上升趋势，而上升趋势出现
支撑位上出现了低开高走，所以当前这里也是买点，只是买点不如英伟达强势，趋势也不如英伟达稳定而已。我们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335.76，高点压力是351.44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下周一收盘突破354.44，那么说明多头力量还是比较强势的。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目前所看的是 AMD 的个股。在 AMD 的一个整体运行当中，它是不是也是指示带？当指示带呢出现了一个行为就是震荡，它目前跌破指示带还会快速反戳，所以目前就还是以砸盘来看待。但是砸盘砸的太多次了，它会干嘛？它就会走弱，跟特斯拉差不多，就砸盘一次立马启动创新高，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砸盘就还是不影响趋势，但砸了一次又一次，砸了一次又一次，而且都不新高，这个时候要小心，它要走一个强势波段转为震荡的可能性了。震荡之后再选择方向。好，所以目前的 AMD 就进入到了一个震荡。震荡选择方向，它要去新高才能够说明方向延续向上。如果一直迟迟不新高，一直都往下去砸盘，那么后续就会出现多头疲软，而后空头就在某一刻会冒头。所以当下呢，出现的是在飘带附近越来越多次的破位。目前飘带下沿是244.886，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收盘再跌破，反复跌破了3次，我们说势不过三，再跌破是不是要小心啊？好，所以当前这里是飘在这里，它低开高走还没跌破，算是一种止跌 K 线。好，这里一定要新高，如果这一次再不新高再跌破，是不是它整体来讲震荡就偏弱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要止跌，但是这个地方你去买是不太好的，除非短线看而已。从波段来讲，震荡行情如果是波段，你就要等它选择方向之后，我们再去判定。而如果再跌破飘带啊，就开始减仓了。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31.765，高点压力是250.125，关注这两个数字。现在个股呢，看到 HOOD 是不是黄色带？黄色带跌破了2根之后，它是反弹黄色带有压力，而后出现红灯，所以我们在上期的一个盘前广播，其实就很多时候讲到它转空的一个可能性了。好，跌破2根，它的低点是哪里？这里是跌破的第1根，跌破的第2根，低点在这里，所以出现了止跌。但是相似止跌不代表说明它这里是砸盘的一个低点哦，因为目前的一个走势，它是不是也转为一个震荡？之前这里出现了一个跌破1次2次，是啊，有一个多头力量，然后站回来之后啊，跌破又1次2次啊，又有多头力量。好，那现在呢又跌破了1次，跌破1次又跌破，它跌破很多次，砸盘很多次，然后砸盘之后呢，它还不能创新高，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强势的上升波段转为一个下行。那么下行呢，它在这之前就是一个框幅震荡，如果再出现一根阴线把前面的区间跌破，是不是就说明它整体的震荡往下选的概率大大增加？那么波段上行转为波段下行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目前飘带已经有压力，如果后续再反弹又有压力，那是不是空方趋势就成了？当前这个下沿是134.436，看本次反弹能不能碰到有没有压力？如果碰都碰不到，或碰到立马转跌，就小心它的方向开始慢慢走波段下跌。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118.25，高点压力是130.75，关注这两个数字。下一只个股呢是 HMS 它整体的运动啊，它是一个低开高走，也是止跌 K 线，也有白 K， 但白 K 目前是消失，但还没有突破，所以得要仿包高点38.96这根 K 线啊，我们说更加有希望是超跌反弹。好，它的左侧呢其实是一个关头阴线，我们说关头阴线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止跌区间，或者说它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区间，这个区间之前被突破过，所以这里呢由压力转为支撑，目前这个区间之内出现止跌 K 线，而后如果反包，那我们认为这个压力转支撑的支撑依旧还有效。我们再看超跌反弹，当前还没超跌反弹，所以依旧能看顺势下行，它飘带是黄色带，并且是一个价格走势确认过的黄色带压力，所以目前呢是170之下，黄色带压力，飘带低点是42.304， 170的价格是47.419，两个反弹的关键压力位，它得要涨上去才能说这里是黄金坑，超跌反弹而后看涨。在这之下都是反弹为主，多方资金不要大幅去侵入到这种股票当中。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35.955，高点的压力是39.114，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呢，它的整体趋势也是走向下了，
啊，虽然说它目前还没有脱离这种砸盘的可能性，因为当时这一根 K 线跌下来之后，是吧，有一个低点，这个低点就是一个砸盘低点，砸盘低点目前有支撑，还没有产生破位，所以当前的空间就被束缚到这个低点附近有一个支撑位，而后蓝 K 出现低开高走止跌阳，所以当前就是一个这根大阴线内的震荡行情。那么震荡下沿，这里出现止跌 K 线，我们可以看反弹。那反弹如果强，它是不是要突破大阴线高点？反弹弱呢？可能弹一下又往下破，那你要注意了 ，APP 下跌空间就容易打开。当前没有破之前就看反弹，反弹的另外一个压力位是飘在这里607.283啊，所以当前是一个震荡行情的下沿。我们看预测值，低点支撑543.35，周一的支撑。高点压力上啊，它的周一是看到585.341，是周一的日内压力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整体目前是波段下沿有支撑，看反弹。下一只个股呢，我们再看到 Circle 的股价运动是快速的放出了天量啊，这个量能特别的大，截断天量啊。价格走势一波高位下跌，高位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大幅放量，然后下跌，这种量能啊，是除去高位放量之后，从这个反弹高点算，已经是有一个大量，所以排除掉左边这一波行情，从右边下跌来看，其实底量过顶量其实已经有了，底量过顶量，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它突然之间从前面的阴跌无量到现在的有量，是不是开始变得有人去承接这种下跌的筹码？有人之前想卖卖不出去，现在卖可以卖得出去，说明有人开始要这个筹码了。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某些资金认为可以去抄底布局的地方。但是这个资金它可能是左侧买进，所以这里还在惯性下跌，所以一般这种放量之后啊，它的节奏是反弹二次回踩，我们更加确认它这个低位的筹码是收集完毕的，而这个二次回踩它得要是缩量的，目前还在放量过程当中，所以筹码呢还在收集阶段，一旦出现白 K 消失反包，可以做一波超跌反弹，但一般第一波是反弹为主。好，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预测值。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它反包这根 K 线产生，当然如果激进的话，盘中可以看一下，有这种动作呢，就可以提前去把握一波超跌反弹。而它的一个下沿黄带目标是107.686，所以这个空间为第一个空间的目标。当然这里有个缺口啊，缺口的压力小心一下，看一下缺口反应。再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下周一的压力，下周一的支撑是79.92，高点的压力是83.47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啊，它其实整体也是一个波荡上行，然后多次砸盘之后走出了一个再次向上的运行，所以它这里呢是一个相对的筹码密集区啊，价格走势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选择上破，而目前回踩这个区间，如果后续是下破反弹，那就小心了，是一个很大级别的一个调整。当前还没有确认这一点，所以筹码密集区还有支撑，价格在这个区间之内出现多次的长线影线和止跌反弹现象，所以当前还是看趋势的上行，因为没有明确反馈它跌破这个区间了。之前的一波下跌还能快速拉回，说明这个地方的价格还是比较有吸引力，而当前价格在这之中，说明这是一个支撑。好，支撑点就是前方这个下沿附近的一个区间，不能被跌破，跌破小心后续延续的大级别下跌。而当前呢，如果它出现是反弹，它就应该站在这个区间之上啊，而后有支撑，这样的话整体慢慢趋势会向上运行。而我们要小心，一个是直接跌破这个区间反抽是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一个飘带啊反弹时走出压力，这两种是要小心的啊。所以我们目前来看呢，空方占优，因为空方有两种情况是占优的，多方得要有一个力度去突破这个压力，站回止跌有效才有优势。所以有两种情况下是对空方有利，有一种情况下对于多方有利，否则就保持震荡。好，所以当下呢，我们要去跟踪这种情况的产生。这个压力的下沿呢是109.66啊，我们关注这个地方如果反弹会产生什么情况。而这个地方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169.255，高点的压力呢是182.04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in 的运行是不是在170附近出现了跌破一根两根？我们说中期的调整看砸盘是不是看两根？其实中长期也是一样的，也可以看两根。像之前跌到这个位置出现止跌没跌破，其实对于中长期来讲，它就是一个170的回调。
而目前呢是对于170来讲有点砸盘了，因为它的飘带转黄色，而后170呢有效跌破了，或者说它已经开始跌破了。好，跌破2根，这里有止跌反馈，那么这个地方还不能算是绝对有效的跌破，它只是收盘价跌破。好，价格走势低开高走有放量，还不错啊，所以当前的 coin 阿哲还是看涨的，而且觉得位置还不错。只是目前只能先短线看涨，因为飘带离得比较近啊，短线看涨有支撑，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去往上推。我们去看它的一个大底的出现形成，可以的。但当下呢，还是看一个低开高走 IRK 线的一个反弹。那么下沿这里是多少？它的下沿呢是315.226啊，所以这2个是压力位。再看到下周一的观察点276.08啊，这个地方如果继续跌破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空方还是比较强势的。高点的压力是300.68，能够突破，至少多方初步转强，是一个绿灯。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扣位，扣位是白 K， 白 K 呢是一个超跌，超跌是否能反弹，得要看有没有反包 K 线。目前是白 K 的运动，白 K 后要消失再反包，看超跌反弹，空间是缺口加这个下沿107.6875，所以这个超跌反弹空间是有一定的利润的。所以整体来讲，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波股价走势。当前呢是高点在降低啊，低点在降低，整体是一个下跌的雏形。所以目前这里哪怕白 K 出现了反弹，也只能先看反弹。前期呢有一波股价的强势上涨，它是一个改变级别的，这个级别的反弹肯定跟前面这里不一样。而后它是走了一段强波段啊，但可惜它没有延续，它出现了一个反转，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是吧？有低点有支撑。反弹可惜了，没能新高，反而在黄色带这里有压力，往下破了这个低点，是吧？所以这里走出了一个趋势的上行走为下行，所以不太好。目前就是下跌波段，上涨也是看反弹，所以看这一天是否能够白 K 消失和突破。我们看下短线的多空强弱，低点支撑72.05，高点压力是78.78，这是下周周一日内的支撑压力，能够突破高点说明多方有所转强，跌破低点说明空方比较强势。而后我们再看到 FIG 的一个股价走势是不是也是白 K？ 所以最近很多股票呢，空方趋势是有白 K， 多方趋势呢很多有回调低点。所以当前的市场如果出现反弹，很多股票呢会有多头机会，只是更多关注的是紫色带。像这种黄色带白 K 的话，只能说看个反弹，它整体就是一个下跌的波段，高点降低，低点降低。像前面这里呢，它都没有出现走势的转向跟扣位呢有所不同。这波下跌直接没有止跌，直接跌穿了跌破一根，跌破2根，还继续跌破。所以整体来讲，没有出现止跌，没有出现走势的反转有效所以我们看一下吧，还是以反弹为主。反弹的目标，这个首要目标是这个位置的下沿45.929。再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37.175，高点压力是39.884关注这2个数字。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阿斯麦。阿斯麦当前是不太好的，因为它走了一个很强势的上行波段之后，它是不是出现一个动作，就是开始不断的收窄这个飘带，然后它的一个整体力度新高力度是在走弱的。目前呢开始有破飘带，而破飘带它虽然还没有说特别有效的跌破因为这里跌破了第一根，跌破第二根，第二根呢有一个低点支撑所以这个地方出现了反馈，说明它还是有多方力量。而这个低点如果再被跌破，这里转为一个黄带，那么后续上涨再确认一下压力，它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波段的顶部的区间，会有一个中期调整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离170又比较远，有一定的中长期的乖离。所以这里呢，作为多头来讲，波段的多头比如说前期你以这个飘带转射，而后170有支撑去买进的，你肯定是一个减仓区间了这个地方。好，我们看一下波段的一个运行，就是主要关注这个轨迹能不能快速的这里以砸盘低点作为结束，而后快速的涨上，而后去新高。首先涨上。而我们看到飘带的一个数值是多少呢？目前这个飘带它的整体数值在1036.043附近，作为一个初步的压力，看一下会不会反弹走这个格局，或者说直接把这个低点跌破那么都是越来越偏空，越来越要减仓的行为。我们看一下预测值是多少，在周一的低点它的支撑是975.455，高点的压力是1012.525，关注这2个数字。下一只个股呢是 MSTR， 我们基本看到不断的放量上行，而后它目前还没有缩量的动作股价呢还在吸筹的过程，而后已经有了一个10日新大幅放量这个量也接近一个阶段天量了这波下跌是吧？
底量过顶量啊，属于跟收口处于同样的一个阶段。整体是空方趋势，跌破170有效，所以如果要反弹的话，空间还是有的。但是以做多为主来看的话，趋势运行目前还是偏空，空方走势呢只能做短线多头啊。我们看一下，它至少要先缩量，然后反包阳，再看反弹，它的压力位第一个是245.228，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190.015，高点压力是204.29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谷歌，谷歌呢是不是走的是一个紫色带，而且整体还是处于回调的区间，回调区间之内出现假阳线，最好等待反包阳站到飘在之上，也就是说280.12收盘站上收阳站上，看回调的买进。前期高点放量阴，而后下跌目标是飘带附近，止跌阳。当前是首次进入到飘带啊，之前是没碰飘带，前面这里是有回踩过飘带，转启动上涨。目前再次回踩，依旧看回调低点。好，所以这里等收盘站上飘在之上会更好。那么就等待一个买点出现，否则就继续看它会砸盘呢，还是在哪里止跌。好，这是对于它的一个分析。再看到短线上低点支撑270.325，高点的压力是278.06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呢，它是不是也是紫色带，也是回踩？目前呢，它是一个10日星。它是一个蓝 K， 所以它一样的，最好是等待收阳线站上飘在之上241.055，确定回调的结束啊，亦或者我们可以等待一根收阳线站在这个10日星高点之上，突破蓝 K， 蓝 K 消失去做回调买点。整体就是上升趋势的回调买入时刻啊，去等待一个确认买点。低点支撑是238.87，高点的压力是236.71啊，关注下周一是否有红灯延续还是绿灯产生。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SMCI，SMCI 的话是一个白 K 产生，而后是跌破170，所以它呢是一个空方趋势阶段。空方趋势阶段是来到了前方它的一个比较筹码密集区的地方，因为之前这里是一个启动大阳线，有明确的一个放量，所以这里呢有一个量能的支撑位。好，高量的支撑。高量支撑出现白 K 产生，等待反包突破，再出现超跌反弹，而后再根据趋势是否是一个黄金坑。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35.055，高点的压力是38.715，所以它如果反弹空间还是有的。这个黄带的下沿目前是在43.365啊，所以这是一个空方向超跌有可能反弹的标的。以上就是11月16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以上内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